Hello，大家好，我是阿牛故事会。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吗？作为正统史书的《史记》第一篇就是地本纪5，地本纪中写道：皇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史记中记载了上至上古皇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4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而从西汉武帝时期算起到今天又是2000多年，所以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说法开始深入人心。但是大部分史料中对于三皇五帝、唐尧虞舜这一时期的描述都充满了玄幻色彩，让人难以分辨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所以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夏朝以前甚至包括夏朝都是传说时代，算不上文明，而真正的中华文明应该从商朝开始算起，也就是3700年。那么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究竟是我们的民族自嗨，还是确有其事呢？上古神话究竟是神话还是史实呢？今天这期节目也许能够给你一些启发故事，要从1936年杭州西湖博物馆的一位地质矿产助理员史新刚开始说起。那一年，史新刚参与了博物馆组织的对杭州古当遗址的发掘，那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发掘过程中，史新庚看到了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好像在老家良渚镇一带也见过，顿时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线牵引着他。古代考古发掘和杭州余杭的良渚镇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史新庚马上回到了家乡。主终日在田野阡陌之间奔走，不以为苦。要说考古，有时候也是需要运气的。1936年11月3日，史新庚在路经一个因灌溉抽水而干枯的池塘时，发现了几片黑色的有光泽的陶片。很快，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史新庚主持了3次考古发掘，在家乡良渚镇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玉器。但是因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考古工作被迫草草结束。1938年，史新庚写成了一篇长达5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良渚这份封面浅黄字迹斑驳的考古报告，如今被陈列在良渚博物馆里。在写成报告的第2年，1939年，28岁的史新庚染上了猩红热并发腹膜炎去世，他永远也无法得知最初由他发现的这处遗址究竟意味着什么了。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先生根据发现地的现代名称，正式将此遗迹命名为良渚遗址。只可惜，良渚遗址在1936年只是冒了个头就沉寂了。这一沉寂便是半个世纪。改革开放过后，考古工作全面恢复。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由于史新庚的那份良渚报告，良渚遗址的发掘工作成为了浙江省考古重点工作之一。1986年，乡镇企业兴起良渚长命乡农机厂转产，准备筹建一间材料厂，地点选中了长命乡至山村反山周围的大片土地。当时的反山看上去就是一个高出地面约6米左右，东西长120米，南北宽约40米的土墩。但是生活在至山村的一位考古人员，在这个土墩周围的断层里发现了一些碎小的红烧土粒和炭粒，偶尔还能看到一些小陶片，很明显有人工堆筑的痕迹。直觉告诉他这个土墩不简单。他所在的考古研究所立刻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了发掘申请书。1986年5月6日，考古队正式进驻反山。很快，反山12号墓被挖出，这是反山王陵挖到的第一个，也是现今为止规格最高的良渚墓穴。在这里出土了良渚文化遗址中最著名的玉琮王和玉玺王。玉琮象征着神权，玉玺象征着王权。考古学家推测12号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就是良渚的国君。范山12号墓中还出土了另一件著名的文物嵌玉器。不过由于南方酸性的土壤不利于漆器等有机物质的保存嵌玉，漆杯出土时已经化成了一滩了，但依然可以看出杯子表面的修漆以及上面嵌着的141颗玉粒。这是一张嵌玉漆杯的复原图。这件嵌玉漆杯集木器、制作玉器、制作漆艺等多种精湛的技艺于一身，也成为了墓主人身份和等级的标志之一。反山12号墓的发现又引出了后面的10座墓。这10几座墓葬成南北2排排列，而反山这个高土墩实际上是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高台。墓
地先在地面上铺上1.5米厚的草果泥，草果泥是用芦荻梗茅草包裹的淤泥块，能够有效地防止地下水的渗透，然后在草果泥上覆盖上一层沙层，最后再在沙层上堆筑3米厚的黄土，形成一片高台墓地。从反山11座墓穴中出土的随葬玉器、石器、象牙器、嵌玉漆器、陶器等，共1200余组，以单件计将近4000件，其中90%为玉器。根据墓葬的规格，随葬品的数量与种类，考古学家们分析，除了反山12号墓，其余的10座墓穴的主人也至少都是良渚贵族的身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反山王陵的发现，掀起了海内外至今未衰的良渚玉器的研究和收藏热潮，同时也激发了杭州余杭一带的盗墓活动。1987年，杭州市余杭区安溪镇下西湾村的村民在村落附近的瑶山山顶挖出了玉器，随后引发了疯狂的盗掘事情，很快也惊动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7年5月，考古人员赶往瑶山，展开了抢救性的发掘，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10多座墓葬的清理工作。从墓葬的随葬物品来判断，瑶山墓葬和反山王陵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与反山相似，瑶山墓葬也是呈南北两排分布，南排居中的7号和12号墓与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级。最高墓葬陪葬品的规律也更加明显。反山与瑶山墓葬被发掘的时候，墓主人的尸骨已经化为一滩污水了，只有个别墓葬还发现有人类牙齿的残留，因此对墓主人的年龄与性别无法进行鉴定。但是从瑶山墓葬的随葬品的规律来看，作为武器的钺只有在南排墓葬才有，而纺轮和支具等则仅限于北排的墓葬当中。所以推测南排的墓应该是男性，北排的墓应该是女性。除了10多座大墓和大量精美的玉器之外，瑶山还第一次发现了一座良渚文化祭坛。瑶山是一座海拔约为35米的小山丘，它既是祭坛，也是贵族墓葬。良渚先民将山顶削平建筑方形土台，土台呈覆斗状结构，为正南北方向，面积约400平方米，被人工精心修凿的平平整整。最令人费解的是，祭坛顶部还有一个以挖沟填土方式构建的回字形灰色土矿，外框南北长约11米，东西宽约10米；内框南北长约7.6米，东西宽约6米。灰土矿宽约1.7到2.1米，深约0.65到0.85米。专家们一开始对这个回字形沟槽的用途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91年，在距离瑶山7公里外的会关山发现了另一座形状与结构都十分相似的祭坛。会关山祭坛的面积更大，将近1500平方米，在祭坛顶部偏西的位置，同样以挖沟填土的方式做出了一个回字形的沟槽。通过对沟槽4角方位的测量，考古学家们发现这里面大有玄机。瑶山与会关山祭坛回字形沟槽4个角所指的方向是惊人的，一致的都是分别为北偏东45度、135度、225度和305度，下至10日出的方向正好与2座祭坛的东北角重合，日落的方向正好与2座祭坛的西北角重合。冬至日太阳则从东南角升起，从西南角落。夏春分秋分日的太阳刚好从祭坛的正东方向升起，从祭坛的正西方向落下。这样的规律显然无法用巧合2字来解释，也就是说，祭坛顶部的这个回形沟槽应该是用来观测太阳、进行纪年的。可见当时的良渚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天文知识。在反山、瑶山、会关山一系列墓葬以及祭祀场所被发现之后，考古学家们开始寻找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所。这时，位于反山东侧的磨角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磨角山虽然也被称作山，但实际上是一个东西长670多米、南北宽约450米的大型平坦土台。1992年到1993年，在历经10个月的勘探后，磨角山之上小磨掘山、大磨角山和乌龟山3处遗址陆续崭露头角，其中大磨角山是最大的面积，有将近2万平方米。这些遗址都是人工搭建的夯土宫殿台基，均由泥层与沙层构成，最高的地方多达13层，每层的厚度都不一致。按照从下而上的顺序，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目前主要的猜测是这里应该是良渚文
画的大型宫殿区域在磨角山台地东坡，还发现有大量碳化稻谷的堆积，经分析，足足有2.6万吨，从而判断磨角山宫殿区域当时应该建有大型的粮仓。2007年，考古学家利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搭建数字高程模型，发现了梁谷古城的外围城墙。所谓数字高程模型，简单的来说，就是在地图上把高度相同的物体标注上相同的颜色，这样即使一道城墙断裂成了分散的小段，因为高度是基本相同的，所以就呈现出了相同的颜色，这样一来就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出城墙的脉络。梁祝古城外围城墙的发现，标志着梁祝遗址进入了都邑考古新阶段，被学术界称为石破天惊。截止到2007年，除了反山瑶山会、关山、磨角山，考古学家们又陆续挖出了唐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梁祝遗址，至此梁祝古城的全貌逐渐浮现在世人眼前。和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一样，梁祝古城也坐落在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杭州市余杭区境内有一处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里的 C 型盆地梁祝古城，就位于盆地的北侧，盆地背靠天目山脉，东侧是一马平川的杭嘉湖平原，处于山地与平原的交错处，丰富的水系和肥沃的土地交织在一起，伴随着温暖的气候，构成了绝佳的农作物生态系统。因为良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良渚古城由4面城墙为河，而城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城墙的周长达到了6000多米，为河的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将整个良渚遗址分为了宫殿区、内城和外城3重结构。宫殿区位于良渚古城的中心，由磨角山遗址与其西南侧的黄坟山台地、池中寺台地组成，总面积达到了40万平方米。内城是统治着贵族和手工业者等非农业人口的居住区、宫殿区。西面是反山王陵区、江家山、桑树头贵族墓葬区，东面是钟家岗作坊区、作坊区沿河分不生产加工玉石器、漆木器、骨器以及大型木构件，为良渚人的生产生活提供资料。内城共发现了大小古河道51条，大多数为人工开凿而成。可以说，良渚古城就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城中水向蜿蜒，居民依河建屋，仿佛一座梦幻的水上城市。分隔内城与外城的城墙上有9座城门，其中8座都是水。城门东西南北各2座，只有南面有一座鹿城门，说明当时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竹筏和小船进行水运。21世纪初，考古学家们陆续发现了位于城外的南部卞家山、东部美人地等遗址古城的内城、外城总面积增至了800万平方米。外城主要是普通百姓和农业人口的居住区，位于外城的卞家山只在2003年到2006年间，经过了3次挖掘清理，出了66座墓葬，个别墓葬中保存有完好的人体骨架分子。生物学家通过采样出土人骨的 Y 染色体进行了 SNP 检测分析，推测良渚人身高中等，面圆颧骨，不突出，杏仁型脸，头发黑直细软，平均寿命在30到40岁之间，这是专家们复原的良渚男性、女性的面部特征图。此外，除了在磨角山台地东坡发现的2.6万斤碳化稻谷外，2017年考古人员又在池中寺台地发现了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废弃碳化稻谷堆积，重量高达20万斤。这说明良渚古城内有大量的粮食仓储，但是在城内和近郊都没有发现水稻田，也没有发现比较集中的稻作农耕工具，所以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粮食应该是走水路由城外运到城内的。后来在城址东北26公里外的茅山遗址发现了面积高达80亩的良渚稻田遗迹，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贵族和手工业者居住在城内，农民居住在城外，说明良渚文化已经有了明确的城乡分野和社会分工令人惊叹的天文知识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高度发达的手工业。那么良渚文明究竟位于历史洪流的哪一阶段呢？根据考古学遗址分期和对出土文物、草果泥、碳化稻谷等进行的碳十四测年，两种文化被确定存在于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的这1000年的时间里，这可比商朝早了670年。
比夏朝早了200年，难道说良渚文化就是传说中的上古时期吗？关于良渚人的身份，我们稍后再讨论。先来看看频繁出现在良渚玉器上的一种雕刻，也叫做良渚神徽。良渚文化以玉器而闻名天下，历年发掘的良渚玉器数目超过了15000件，种类丰富，雕刻精湛，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反山12号墓中出土的玉琮王和玉玺王了。玉琮王是呈黄白色的方柱，体内圆，外方通高，8.8厘米，重达6.5千克，上下两端为圆形的射镜，17.1至7.6厘米，正中心有对钻圆孔，孔径4.9厘米。玉琮作为一种祭祀礼器，包含了上古良渚人的世界观。玉琮的内圆外方表示天和地中间的穿孔表，是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圆柱则是天地柱，也有天梯的意思。玉琮王从体的4个面均由中间的直槽一分为24面，直槽内上下各雕刻有一个神人兽面纹的图案，共8个。这个图案也被称为良渚神徽。从体4角的凸面又被横槽分为了4节，每2节各刻一组简化的神徽，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左右对称。反山12号墓玉琮王出土之后，考古学家们这才意识到，之前他们认为的频繁出现在良渚玉器上的所谓的兽面纹，其实是一个头戴羽冠半兽半人的形象。他用双手扶住2只大大的兽眼，扁宽的嘴巴里隐约可以看到向外伸出的獠牙，下肢是4个弯曲的兽爪。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主神徽刻画的其实是一位祭祀的巫师骑在神兽之上。但无论哪种解释，该图案是良渚先民崇拜神的这一结论已经成为了目前学术界的共识，值得提的一点是，代表君权与王权的玉玺王上也刻有良渚神徽，说明在当时王权与神权是融为一体的，王也是神的代言人。良渚神徽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其细微到肉眼几乎无法辨识的雕刻工艺。有学者测量后发现，玉琮王上神徽的纹路差不多每毫米雕刻有5到6根细纹，这样的雕刻工艺即使是用现代的高科技也很难复刻，这是由玉的脆性所决定的。在玉器上1毫米的宽度内做出几根平行线，出现崩口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更别说在5000年前那个没有任何金属工具的年代了。良渚人究竟是如何在3到4厘米见方的范围内雕刻出如此复杂的神徽，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如果你觉得这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一定会让你叹为观止。2016年3月，良渚遗址又迎来了一项惊人发现，那就是位于古城西北部的大型水利系统。这套水利系统由1座长堤、6座高坝和4座堤坝组成，可以控制和影响的流域面积超过了100平方公里。良渚水利系统的总土方量约为288万立方米，而蓄水总量可以达到4600万立方米，工程量与蓄水量的比例约为1.16分。即使是以现代水利工程的标准来衡量良渚水利系统，也是非常高效的。水坝的修筑，良渚先民用的是草果泥纵横堆砌再覆盖黄土的方式。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草果泥是用芦荻梗茅草将一块块泥像粽子那样包起来，捆扎牢固。通过草果可以提高泥土的强度达6倍，而纵横交错堆砌的承载力是顺缝摆放的2倍。草捆泥的原理相当于现代抗洪强显石的沙包，可见5000年前良渚人已经对水利工程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通过提取草果泥中残留的碳元素进行年代测量，专家们确定这些坝体营造的时间大约在距今5100年到4700年之前。一直以来口口相传的大禹治水的神话，大约发生在距今4100多年前。又说良渚水利系统比大禹治水的传说还早了600到1000年，这直接改写了中国和世界水利发展史。良渚水利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利系统。刚才我们提到，所有坝体的土方量总计为288万立方米，按照每立方米土的开挖、运输、填筑需要3个工人来计算，建好11条坝大约需要860万个工人。如果由1万人进行建造的话，大约需要连续不断的工作2年半。如果只是利用每年农闲时间的100天来参与建造的话，
1万人完成水利系统的建造，则需要9年的时间。如果将良渚古城遗址和外围水利工程加在一起，所需要的土方量总计约为1005万立方米，是古埃及吉萨金字塔群所需要的土方量的将近2倍。这一切都告诉我们，5000多年前这里一定有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管理机构，才能够调动这么多人力物力进行持续的工程建设，并完成后勤保障。另外，碳14测年表明，良渚古城和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始建都是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也就是说，良渚先民刚刚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已经开始雄心勃勃的要改天换地了。最远的坝体与古城间的直线距离约为11千米，高坝与堤坝之间的距离约3.5千米，唐山长堤距离古城最近约在城北2000米处，整个工程超出了肉眼所能看到的距离。今天我们有 GPS 有遥感和测绘技术，还有新图片。那么良渚先民究竟是从哪里得到了这些上帝视角呢？中国常常被调侃为当今的基建狂魔，相信这个称号良渚先民也当得起。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那么创造了如此多奇迹的良渚人究竟是谁呢？温馨提示：以下这部分包含大量的神话传说以及猜测，不喜欢的可以跳过。目前主流史学界认为，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的朝代，是家天下的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朝的起始年判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神话传说又告诉我们，夏朝之前还有一个三皇五帝的上古神话时代，但事实上在三皇五帝和夏朝之间还夹着一个被称为唐虞之治的时期，由唐尧和虞舜相继统治，被称为唐朝和虞朝。当然了，这个唐朝可是跟李世民没有半点关系。有少数史学家认为，唐虞才应该是中国历史的开始，而良渚文化正是这个被遗忘的虞王朝。先秦时期有很多古文献都提到了虞王朝，《左传》成公13年中说到：“征东之诸侯于夏商周之印，而朝诸秦吕氏春秋。”中也说今余下殷周无存者虞王朝的统治者舜是三皇五帝中皇帝的七世孙。韩非子显学中有记载说，殷周700余岁，余下2000余岁，尧舜之道于3000余岁之前，意思是儒家所称道的殷周时期到现在已经有700多年了，墨家所推崇的余下时期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而尧舜的思想更是3000多年前的事儿了。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许宏修根据这段技术推测，虞王朝应该存在于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100年间，这与两种文化的年代正好吻合。但是这一观点不能够解释虞王朝与夏王朝之间的承接问题。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多年以前，突然在东南地区神秘地消失了，这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谜题。据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良渚文化后出现在东南地区的是马桥文化，但是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存在着500年的缺口，而且良渚文化已经形成了酋邦或者是国家的社会结构，有发达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和制造业，可之后的马桥文化却倒退回了自给自足、狩猎与采摘的经济状态，恢复成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结构。因此可以推断，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关于良渚文化的消失，目前学术界有气候恶化说、洪灾说、北迁说、海侵说、扩张势力说等几种不同的猜测，其中气候恶化说、洪灾说和北迁说是息息相关的。部分学者认为，在距今4000多年前左右，地球开始进入一个小冰期气候和降水量变化较大、旱涝及其他自然灾害频发。虽然良渚人已经修建了11条水坝，但还是无法抵挡一次比一次凶猛的洪水。无奈之下，良渚先民选择了北迁，来到了中原地区，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崛起了之后的夏王朝，就在良渚文化衰亡的几乎同时，中原地区的陶寺遗址时，旧遗址却突然涌现了大量良渚文化的因素，出现了玉琮、玉璧等具有良渚特征的玉礼器，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公元前2300年之后创造良渚文化的这一族群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即使是没有北迁到中原地区，也一定和中原的诸多部族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流。不仅如此，良渚晚期遗址多数出土与
淤泥层之下，而且淤泥层的体量很大，存在的时间很长，这表明良渚文明突然的衰落很有可能是遇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不过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洪灾说和北迁说目前还处于猜测的阶段，想要实锤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关于良渚人身份的另外一个猜测是战神蚩尤的九黎部落的一个分支中国人，常自称为炎黄子孙，这里的炎和黄分别指的是炎帝和黄帝。炎帝号神农氏，是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统领，黄帝则是华夏部落的统领。但事实上在上古时期，除了姜姓部落和华夏部落，还有一个著名的部落是九黎部落蚩尤，便是九黎部落的酋长。炎帝、黄帝、蚩尤也被称为中华三祖，与姜姓部落和华夏部落不同的是，九黎部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由居住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一带的9个部落共同构成，足迹遍布山东、河北和南疆。这地区一周书中有一种说法是，蚩尤曾经是炎帝的亲事，被炎帝安置在少昊的封地少昊的管辖地带，是鲁西南，也就是山东西南部地区。巧合的是，鲁南苏北一带刚好是考古学上良渚文化分布的北界，是由九黎部落的活动区域。长江中下游也刚好与良渚文化覆盖面部分重合。另外，《史记·五帝本纪》和《山海经·大荒北京中都》记载了一场大约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的上古战争传说。当时蚩尤不敬，黄帝和黄帝为了争夺生存之地北上，来到了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一带，进行了一场恶战。炎帝怕祸，即自身于是和黄帝联盟对蚩尤开战，这就是著名的涿鹿之战。联军抓住蚩尤后，将其杀死在了冀州。蚩尤战败，他的一部分部族归附了炎黄部落，另一部分则南迁。所以良渚人有没有可能就是蚩尤九黎部落中的一个分支呢？另外，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说，在东南方有一个羽民国，那里的臣民都长着人的脑袋，但面部狭长，像鸟儿一样，身上长满了羽毛。《淮南子》中也说，羽民国的人能飞却飞，不缘巧合的是良渚文化也有鸟崇拜的元素。良渚遗址中挖出了多件鸟形玉器，其中一件和良渚神徽一样，雕刻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所以有学者猜测良渚神徽中的神兽其实就是一只神鸟或者是人鸟合体的形象。那么良渚人会不会就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羽人呢？关于两种人身份的最后一种猜测极为颠复认知。1839年，美国探险家约翰·史蒂芬斯来到了中美洲洪都拉斯西部边境的科潘村，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他穿过层层密林，看到了一座被巨大藤条和蔓草所湮灭的城市废墟。史蒂芬斯被眼前的金字塔废墟和各种神秘古怪的石雕所惊呆了，而他发现的这处巨大的遗址便是如今早已闻名于世的古玛雅文明曾经的首都科潘遗址，坐落于长13公里、宽2.5公里的峡谷地带，海拔600米，占地面积约为15公顷，依山傍水，土地肥沃。遗址的核心部分是宗教建筑，主要包括有金字塔、祭坛、广场、庙宇、石阶、石碑和雕刻。2015年，中国考古学家李兴伟带领团队来到了科潘遗址进行考察，而这次中美洲之旅让他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在玛雅文明的科潘遗址发现了诸多良渚文化的身影。与埃及金字塔不同的是，美洲玛雅金字塔呈放射性结构，四面都有阶梯，从空中俯视，四面阶梯恰好呈交叉十字形，把金字塔4等分。这和良渚玉从4个面上的直槽有异曲同工之妙。良渚玉从也被一个个横槽分隔成了小节，相当于玛雅金字塔的大石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玉琮和玛雅金字塔都呈现了从四方到中心的结构埃及金字塔的用途虽然尚未确定，但玛雅金字塔的主要功能就是祭祀和观测天象，而玉琮在良渚文化中又是重要的祭祀礼器。另外，在科潘遗址发现的罗莎利拉神庙入口处的雕刻也与良渚神徽有神似之处。玛雅和良渚城市的建造都没有发现使用金属的痕迹，二者都有丰富的天文知识和不可思议的农业手工业。水凭如此多的共同点，难道说玛雅人和良渚人真的是同宗共祖的吗？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甚至提出过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概念。哈佛大
学人类学教授威廉法师也坚持认为，玛雅考古一定要有中国学者的参与，才能够理解得更为透彻。如果良渚和玛雅真的是一个连续体的话，那么他们共同的祖先又是谁呢？我们回到刚才所提到的那场涿鹿之战，对于这场战争，《史记》中只是一笔带过，但是《山海经》中却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山海经》中说，在那场战争中，神农氏炎帝的后裔夸父选择背弃了炎帝的部落，与蚩尤站在了一起，合力对抗。黄帝、炎帝双方大战了9个回合，但依然难分高下。最后，黄帝请来了强力外援九天玄女，蚩尤部落才最终被打败。战神蚩尤的身体被肢解成碎片。此时夸父不希望自己的族人成为炮灰，于是选择了撤离夸父。在掩护族人撤退的过程中，被应龙擒杀，喋血关爱，但同时夸父氏族人也成功的向东躲避到了渭河流域。若干年后，渭河流域的夸父氏部落人口越多，生存空间受到了威胁，不得不选择分流新一任的夸父氏首领带领部分族人启程迁居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地域。这个迁移过程在《山海经》海外北京中也有记载。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新的夸父氏首领再次启程，沿鄂霍次苦海到达了堪察加半岛，后来又越过了白令海峡，抵达了北美洲阿拉斯加地区，再向东来到了加拿大西海岸。就这样，东方文明来到了美洲。在这里再跟大家插播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玛雅文明中的雨蛇神和月神跟中国神话中的伏羲和嫦娥出奇的相似呢？美国人亨利·艾特莫茨花了多年的时间，背着背包走在美国中西部荒凉的大地上，用最原始的方法，也就是自己的脚步丈量了山与山之间的距离，得出的结论是《山海经》《东山经》和《大荒东经》里所描述的那些山脉、主峰、河流都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怪不得有人说《山海经》里其实隐藏了一部失落的世界史故事，扯得有点远了。咱们回到良渚遗址，2019年7月，良渚遗址被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但此事却引来了极大的争议。争议的关键点并不在于申遗本身，而是在于良渚究竟应该被称为文化还是文明，它又是否能够成为中华文明。5000年的实证呢？1968年，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明3要素的概念，即城市文字和复杂的礼仪。丹尼尔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具备了这3个要素中间的2个，就可以判定进入了文明时代。对于良渚文化而言，显然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以及复杂的祭祀朝拜和丧葬礼仪。那么良渚有没有文字呢？在良渚遗址出土的很多陶器以及陶器碎片上都发现有大量的刻画符号，有一些像锄头，有一些像稻穗，还有一些像鱼虾。截止到2015年，相关学者已经整理出良渚的刻画符号656个，分布在554件器物上，刻画符号的种类超过了340种，并且编辑出版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这些刻画符号究竟能不能够被称为文字，见仁见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符号都是有意识刻上去的，即使不能完全承认是一种文字，也具备了文字的象形功能，是文字的一种初始形态。1985年，中国考古学家夏奈又提出了判断文明否形成的标准，应该是城市文字和冶金术3者同时具备，这成为了目前中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新的文明3要素。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良渚不具备冶金术，那么按照这种标准，良渚确实不应该被称为文明。但是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不乏并非同时具备3要素的文明，例如玛雅文明和良渚文明一样，不具备冶金术而辉煌的印加文明也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可见。这3要素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良渚文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把良渚文明当做了中华文明的源头，那岂不是颠覆了一直以来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的这一认知了吗？但是有这样想法的人忽略了一点，中华文明本身就不是本土起源的，也并非单一中心，而是多元并发、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既存在于中原大地，也分布于辽西、长江中游、黄河下游、江浙等地区。这就是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满天星斗，说中华文明正是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如今丰富多彩、兼并包容的
这样子，回到视频最初的问题，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5000年的历史呢？相信这个问题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5000年前，一群勤劳智慧的良渚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良渚文化。5000年后，另一位热爱考古、睿智勤奋的良渚人士辛更，因为一把石斧写下了长达5万字的考古报告，才让我们有幸温了祖先创造的奇迹。这也许也是一种传承吧。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